今天跟大家分享，大概是这半年来我吃麦当劳的猪肉满福堡套餐时所记录到的胰岛素剂量与血糖波动。我会吃猪肉满福堡的各种套餐，配上一杯无糖饮品，可能是黑咖啡或者是无糖红茶等等。这次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并不是很认真的在做实验哦。我第一个吃的就是猪肉满福堡加蛋，搭配一杯无糖饮品。其实一个猪肉满福堡的碳水量并不多，只有28公克而已，但是脂质含量却很高，有21克耶。像我一天只能吃50克的脂肪，这一餐就占了21克，已经几乎是一半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太油。这是营养成分分析的部分，而28克的碳水，我大概要打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再加上要压制黎明现象的2单位，我至少要打7单位的胰岛素。所以一开始我就先从7单位开始测试，结果血糖上升了61，在午餐之前大概都在90左右维持平衡，所以我觉得7单位的胰岛素好像 OK。但是等我第二次吃的时候，我一样打7单位的胰岛素，血糖上升了82，因为我觉得血糖实在太高了，所以就补打了2单位，勉强在午餐之前把血糖降了下来。但是我这次空腹的血糖本来就比较高，理论上我一开始就应该至少要加1单位的胰岛素，这样子在午餐之前血糖才有机会回到100左右。而第三次的时候，因为起床的时候觉得黎明现象有点严重，所以我这一次直接打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结果血糖居然上升了117，还下不来，后来靠补打才降下来。最后一次吃的时候，我改变了施打方式，我一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有黎明现象，我马上就先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然后在吃麦当劳的前20分钟，我再补打6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这样总共大概是8单位。终于获得了一个比较能看的波。虽然血糖上升了78，但是在午餐之前血糖也有降下来，但是我没有经过多次的测试，所以只能推测我吃一个猪肉满福堡可能需要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而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给大家一个感觉，大概是我吃这样一个鸡胸肉轻食便当所需要打的胰岛素剂量。那大家可能会疑惑，我怎么不多测几次呢？因为之后我换了长效胰岛素，目前我还不确定会不会影响我速效胰岛素的剂量，所以这边的 data 是我在更换长效胰岛素之前的数据。第二个套餐，我们来吃猪肉满福堡加薯饼，薯饼的碳水量大概是14克，其实这样子整个套餐吃下来也才42克的碳水而已，但是高的是脂肪含量，脂肪会让胃的排空速度变慢，所以我的血糖波动图看起来好像都有2波的血糖上升。我这次更改了施打胰岛素的方式，因为刚刚发现分2针打，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这一次都是起床的时候直接先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压制黎明现象，然后在吃麦当劳的前20分钟才打9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这样子总共加起来是11单位。有3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发现血糖分别上升了42、14以及63，然后勉强在午餐之前血糖都有降至合理的范围。所以猪肉满福堡加蛋加薯饼套餐，我应该是打11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就可以的。下个套餐我们来吃猪肉满福堡加蛋加4块麦克鸡块。大家会不会觉得啊，鸡块是蛋白质比较好，总比薯饼感觉都是碳水还好多了？但是实际上算起来，如果吃4块麦克鸡块套餐，热量有589大卡，是比吃薯饼套餐还多的。碳水量呢，其实也没有减少哦。因为在吃麦克鸡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沾糖醋酱。那4块麦克鸡块，我就算沾了0.5份的糖醋酱。这样子算下来，总碳水量也是42克左右哦，跟薯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非你不沾酱，这样子碳水量就会降低。而蛋白质含量当然是麦克鸡块比较多咯，比薯饼套餐多了10克左右的蛋白质。然后呢，它们的脂质含量也几乎是差不多的，都是31、32克左右。这个脂质含量已经超过了我个人每日建议脂质摄取含量的一半了。而4块麦克鸡块套餐我只吃了1次，因为起床的时候觉得黎明现象没有很严重，所以这次起床的时候我没有先打胰岛素，而是在吃饭前20分钟直接打了9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血糖只上升了5，几乎是没有什么波动的。
而且在午餐之前也有降至合理的范围。我想这就是高蛋白质加高脂质，延缓了血糖上升的幅度。但一样，因为我缺乏多次的测试，只能推测4块麦克鸡块套餐需要9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而薯饼套餐是11单位，感觉好像吃麦克鸡块的时候还是可以少打一些胰岛素哦。最后我们来吃最终极的套餐，也就是猪肉满福堡加蛋加薯饼加4块麦克鸡块。我一开始也只先打11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大家可能会疑惑啊，我刚刚薯饼套餐就已经要11了，现在还多了4块麦克鸡块，至少要12、13单位的胰岛素吧？我怎么一开始只先打了11呢？因为这一餐的脂质含量实在太高了，这一餐有741大卡、56克的碳水、35克的蛋白质，脂质有高达42克诶。我光这一餐就把我今天应该吃的脂质摄取量给吃完了。因为油脂会影响胃的排空速度，所以一开始如果我打12、13单位的话，我怕会低血糖。而且有血糖波动图，你可以看到我打11单位的前2个小时，血糖其实是蛮漂亮的哦。吃太油而造成的第二波血糖上升，我通常都是发生在饭后3小时左右。那有血糖波动图，你也明显的看到3小时左右，我的血糖就开始往上了。所以这时候我又直接再补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这一餐实在是太邪恶了，所以我只吃了1次哦。我猜我当天可能中餐没吃吧，毕竟我一天大概只能吃1500大卡，这一餐就快要一半了。而且它这么油，其实我应该是饱到下午都没有问题。有我个人的测试结果，感觉吃4块麦克鸡套餐的时候，血糖是比较漂亮的，然后胰岛素也没有多打很多。但是事实上呢，对我来说那一餐还是太油的啦，只能偶尔吃，不能天天吃。而且我自己觉得早餐的胰岛素剂量真的很难测，因为起床的时候实在是有太多的荷尔蒙作用了，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常常都得不到一些很好的结果。所以其实我常常吃一样的东西，但是血糖波动图都长得很不一样，胰岛素剂量也很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这天我去拍蝴蝶战神，说实在，刚弄完妆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造型很好笑，脸上那个装饰看起来很像小偷。现在是等待的时间，我想说没事来量一下血糖好了。我刚刚吃了肯德基，现在大概是饭后3个小时，血糖还在179，所以我立马决定补打胰岛素。因为我希望血糖快点降下去，所以我决定打超速效胰岛素。因为我觉得肚子还很饱，感觉食物应该还没消化完，所以我决定打3单位的超速效。现在拍完照了，我刚刚拍的是夜景，所以已经晚上了。我们来量看看我的超速效让我的血糖降了多少。离刚刚打超速效已经4个小时了，理论上我的胰岛素已经没有作用了，血糖居然还在1403单位的超速效胰岛素居然只降了39的血糖。其实这几天我都觉得我的胰岛素敏感度不是很好，可能因为我都在乱吃乱喝吧。所以这时候去测1单位的超速效可以降多少的血糖是不准的哦。所以我现在要来补打胰岛素了，然后我很犹豫到底要打几单位，因为最近这几天的胰岛素敏感度实在是太差了。最后我还是决定追加2单位的超速效，好险最后血糖终于是降落了。最后来看看我的成片吧。我再次为这